今日的话题是：高温火焰能杀死一切生物吗？话题畅聊室精选了3位网友的评论，为大家科普了大家不知道的冷知识。荧幕前的你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关于高温火焰能不能杀死一切生物，各路网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。网友一表示，有一说一，高温是可以教所有一切碳基生物做人的，如果不行，那就是温度不够高。打个比方，地表最强水熊虫也不过是忍受150度的高温，而普通火焰的温度就有300至500度了，硅基的就不知道了，这个你得问擎天柱。这位网友略带了一些搞笑成分，为我们描述了大部分碳基生物还是难逃高温的魔爪的。那么到底能不能将所有的生物消灭呢？来看看下面网友的回答。网友2表示，绝大多数碳基生物在100摄氏度以下会死亡，嗜热微生物和衍生状态的水熊虫可以耐受150摄氏度的温度，这2类生物会被火焰立刻消灭。相比之下，如果你认为软病毒是生物的话，那么有可能不会被消灭，它们在136摄氏度湿热条件下会被灭活，但是在干热情况下就不一定了。有文献报道，600摄氏度仍然不能完全使其消失，可能存在一些耐干热的无机模板，但是对此本人还是持怀疑态度。这位网友的回答可以堪称专业了，同样也举出了一个特殊的例子，虽然忍受的温度很高，但还难以逃脱高温的制裁，也证明了在地球上我们所认知的生物还是能被高温所杀死的。但下面一位想象力丰富的网友提出了其他异议。网友3表示，我觉得并不能完全消灭，比如炎龙王古塔斯阿夫莫莱迪就是生活在一座活火山熔岩之中的，还有生活在太阳之中的一种类似于鸟类的生物，在我们中国古人称它为金乌，古埃及人称它为拉缢神佐索托亚。好家伙，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你搞笑呢，还是说你严谨了。此评论一出，不知沉默了多少人，还真让人不知从何处反驳了。关于高温能不能杀死一切生物，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复杂。高温火焰确实具有极高的破坏性，能对生物造成致命伤害，这是因为高温可以破坏生物所需的适宜温度、湿度、氧气和营养物质等环境条件。然而，有些生物在自然环境中已经适应了高温环境，能够抵抗高温火焰的伤害。例如，一些生活在火山口、油田等高温环境中的生物，具有特殊的生理机制和防护体系。这些生物通常具有耐高温的蛋白质和酶，能够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。此外，一些生物还具有隔热和散热的机制，可以在高温环境中保持体温稳定。另外，一些生物还可以通过外部形态和行为适应高温环境。例如，有些昆虫和爬行动物具有较厚的外壳或鳞片，可以抵抗高温火焰的烧伤。有些生物则具有较慢的新陈代谢率，减少能量消耗，从而在高温环境中生存。当然，对于大多数生物而言，高温火焰仍然是一种严重的威胁，可以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。所以，虽然高温火焰不能杀死一切生物，但对于大部分生物来说仍然是危险的。那么，荧幕前的你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这里是话题畅聊室，欢迎各位锐评家畅所欲言。我们下个话题再见。